有没有觉得这年头在外面吃的面，不论是中式还是西式，里面的蔬菜都少得可怜？自己做倒是可以加很多菜，不过如果遇上不爱吃菜的人，就可以挑到一边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确保每一口都吃到菜呢？我来尝试做一个编织韭菜意面。我知道光是韭菜和意面这两个名词摆在一起就已经很离谱了，感觉是意大利人都要缓缓打出5个问号的程度，但我却还要把它们编成辫子，想想就刺激。但真的是因为意面优点很多，最重要的是比较不容易断，就可能我的成功率能高一点点。再来看看这个韭菜，韭菜是我特意买的，真的是整个市场里最长的。我来展示一下它有多长，几乎快要有我的整个手臂长。先来烫韭菜，基本上几秒钟就行了。韭菜这种东西不能煮久了，就捞出来放凉。接着来煮意面，水里加点盐。我看包装袋上是建议煮10分钟，我就少煮一会儿，以免等下不好操作。好了，煮了差不多8、9分钟，捞出来放凉水里。其实如果直接做的话，不一定需要过凉水，但我可是要徒手编织，为了我的手部健康考虑，还是过凉为妙。刚才我还自制了一个意面酱，锅里是买牛肉赠送的一点牛油，为了物尽其用就把它炼一下，而且这样会比较香。买的就是普通的牛肉，所以油就白白的，实在太费劲了，下次还是别可惜了，直接用黄油方便多了。牛油差不多就把牛肉倒下去，就光用牛肉不掺猪肉了。今天复杂的部分还在后面呢，酱就稍微简单点弄，炒到变色，水分全部炒干，边缘有点微焦，就把我留着泪切的洋葱碎和蒜末也倒进去。其实正统的番茄肉酱还放西芹和胡萝卜，但我没有西芹，不爱吃胡萝卜，所以就跳过了。现在洋葱也炒香了，就把番茄丁加进去。我用了2个偏小的番茄，因为光有番茄不够浓郁，我再加2小罐番茄酱，就是这种配料表只有番茄的，全部倒进去。立马这个颜色都不一样了。本来想放点白葡萄酒，但我发现我没有开瓶器，好吧，既然没有白酒，那就放白水，加2片香叶进去，再来点盐，因为是做酱，所以可以稍微多一点。最后再来大量的黑胡椒。好了，就盖着锅盖让它炖煮一下。终于刺激的部分来了，面条已经放凉，韭菜也不烫手了，就开始编辫子。说实话，我内心非常忐忑。刚好拿到一根有2片叶子的韭菜，和面条刚好3股辫，要稍微先按住一下头，把面条卡在中间，就顺着往下编。我是真的没想到，编起来比我想象中顺利多了。要是技术高超一点，还能区分韭菜叶的正反面，会更漂亮一点。我就随便编了，周尾处就用韭菜把面条打一个结。卷韭菜来做这个面真的太完美了，打结也不容易断。编好第1根了，感觉面的比例是不是有点太少，还长得很像手链？好吧，来尝试下一根。这回弄2根面的，韭菜最上面有一片小叶子，就用它来先把面条固定住，就可以继续编了。面条多了就有点容易纠缠，手上也会有点黏黏的，看来还是应该多吃点蔬菜。编到最后也是一样的，用剩余的韭菜叶打结。这个韭菜长到甚至可以打一个蝴蝶结。第2根也好了，看着比例就要均衡一些。除了3股的也可以编4股编，秘诀就是每编一次都无视第3根的存在，就把1、2、4像3股编一样编起来。不过说真的，我已经很累了，如果有个餐厅有这种工作，千万不要去应聘。这个4股编出来，我咋感觉比之前的好看一点，是不是？果然是1分劳累1分货。朋友们，看看人类是如何从笨手笨脚进化到熟练女工的。作为一个熟练女工，我正在编织第7根，经我测试，这份工作的极限就是7根。其实我在第3根的时候就已经想罢工了，好在女工和老板是同一个人，何必剥削自己呢？应该够我尝个鲜了。收工。我默默地找出了我最小的盘子之一，这面条就不会太过于凄凉。面我就冷吃了，浇上热的酱，应该温度刚好。说到肉酱，来看一下炖的怎么样了，已经很香了，看起来好好吃。直接把酱舀进去，主打一个料足。不过有没有觉得长得越来越像一个东西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鸟巢？来吃吃看味道怎么样。味道竟然还可以，没有想象中那种浓烈的韭菜味，可能是酱汁的存在感太强，面条的存在感就真的比较弱，但也不是没有。神奇的是，虽然有肉末、番茄、韭菜，此等云南小锅米线的必备调料，但是没有出来小锅米线的味道。
但是有一个巨大的问题，就是一根就要吃好久，在嘴里嚼都要嚼个几十秒。如果是牙口不好的人，可能还会塞牙。这菜真的神了，不仅做起来累，吃着也很累。不过它提供的这种吃着就非常健康的感觉，以及看着精致而吃不饱的摆盘，吃的时候还只能慢慢吃，做的时候又那么费工，就意味着卖的也很贵。难道不就是高级餐厅的体验吗？可惜高级餐厅好像没有太容易塞牙的菜，不过没准新奇的体验比不塞牙更重要呢。做饭2小时，吃饭5分钟，立马就吃完了。不过我会把剩下没编织的也吃了的，剩下的就粗糙的拌一拌吃了。植物真的很有意思，单纯拌在一起和刚才编织的味道还真不太一样。